业内人士对杨紫的评价通常是这样的，他们觉得杨紫在选择电视剧本方面变得越来越明智。她最近推出和即将推出的作品，不仅考虑到剧本质量和角色塑造，还包括女性角色的表现和社会责任的考量。从内容上看，《国色芳华》和《承欢记》都非常独特，聚焦于女性的成长和自我提升。像《永远爱》也从女性视角出发，展现了在变革时代的集体肖像下，女性在家庭、理想、爱情等关系中的全面选择和挑战。近几年来，许多人关注杨紫，是因为她持续创造热门剧的能力。从《欢乐颂》到《亲爱的热爱的》，再到《长相思》等，基本上她出演的每部作品都能获得突破性的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她细腻多样的演技。当然，演技肯定是杨紫获得赞誉的重要方面。杨紫非常善于观察生活，能够诠释比生活更细腻的情感，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她在表演上非常灵活自如，还能加入一些更细腻的细节，用明亮温暖的品质塑造角色。但频繁创造热门剧的另一个方面是杨紫在选择电视剧本方面很有眼光，她对自己也有很高的标准。在选择电视剧本时，可以看出她不仅考虑角色的完成度以及演技是否有难度，她还对制作团队和主题有要求。很多人都说演员应该更勇于挑战自己，这很对。但对于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演员来说，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伴随着连锁反应，因此他应该被更谨慎地考虑。因为影响力意味着沉重的压力，你的选择会影响更多的人。杨紫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要求她在选择影视剧时也要提高标准的程度。杨紫曾表示，她希望除了通过影视作品展示演技和自我认知外，还能展现女性的美，包括她们的成长和卓越，以及成长和生活中的困难。她希望通过创造更真实可信的女性角色，能够照亮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同时陪伴和鼓励真正的女性观众成长。《猎毒》是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主角的华语商业片之一，《欢乐颂》也是讲述一群女性的剧集。像《永远爱》讲述了一群朋友的成长过程，女主角从童年到成年的变化，以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处境。《承欢记》是少有的聚焦母女关系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母亲和家庭的影响下，打破成见和定义，追求自己的人生。这也与正在完善的《国色芳华》相呼应，那是一个古代女性的创业故事，面对封建社会的质疑和冷漠，自己走上独特的事业道路。其中也有男主角的陪伴出现，同样是以女性为核心的剧集。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杨紫在参演影视作品时，担任女主角的她会尽力将社会责任反映到角色中。作为一名著名演员，在创造热播电视剧时，她也希望以自己为榜样，向女性观众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你不需要被社会定义。她希望打破成见，打破对女性的固有观念和偏见。像杨紫这样的偶像，在我看来是足够合格的。这不仅是为自己创造一个位置，并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作为一名著名女演员，她还希望为社会和粉丝带来积极的观念。作为女性，你不需要遵循社会的成见，只需要做自己。她也希望通过观看她的电影，女性观众能够打破成见，创造美好生活，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女英雄。很多人认为杨紫执着于大女主剧，其实，相对于粉丝圈内的所谓大男主或大女主的定义，杨紫从未关心这些。她追求的是在专业环境中创造更多的影响力。她希望坚持自己的职业态度是正确的。她也希望通过自己作为年轻著名女演员的影响力，能够创造更多女性角色，能够和平、幸福地共存。女性可以从心底感到幸福、充实，不需要为了另一种幸福而放弃或妥协。她也以一个女性的身份，一步一步地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幸福。不怨恨，不责怪，不敌对，只有一颗坚定追求自己原则的女性心。很多人认为，当白玉兰公布杨紫入围时，会有一波对组委会和杨紫的攻击。但4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为什么会这样？
博主们猜测，这是因为杨紫的团队现在非常强大，能够控制舆论。事实上，杨紫团队的负责人是 DT， 而 DT 当然很强大。在这里控制舆论的是杨紫作为演员的出色演技，足以说服大家她有资格竞争奖杯。关注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个谦虚的人，很少吹捧偶像，也很少争论。然而这次我表现出对杨紫的绝对信任，认为她的能力足以符合奖项标准，不存在所谓的为了讨论而增加的情况。你要知道，从止步于初赛到入围前5名的差距是巨大的，即使不幸未获奖，你也会得到提名证书，所以不存在什么陪跑的情况。谁陪跑是他们的事，杨紫是值得的，小妖是值得的。近年来古装剧很少有机会进入决赛，特别是网络剧更少有机会被提名。杨紫进入前5名是专业人士对她绝对职业能力的认可，证明了她这几年的努力是正确的。当人们用固定的配音演员为他们的古装剧配音时，杨紫坚持自己配音，现场录音。正因为早期的坚持，每一帧100%的杨紫都有强烈的情感和她的特色。现在杨紫每天仍在认真工作，她热爱这份工作，也希望通过优秀的作品回报观众。无论那些闲暇无事的人如何评论，小演员杨紫已经成为大杨紫。这也结束了杨紫被污蔑抹杀、香蜜沉沉烬如霜、亲爱的、热爱的之前在 CSM 52省市收视率时代的所有成就的时代。如果有人说 CVB 74家的收视率低，那么他们应该比杨紫更高。再来说，祝贺《长相思》圆满结局，杨紫做得非常好，站在荣誉之巅。我们必须对她充满信心和自豪感，不需要听信那些操纵真相的谎言。你可能不知道，杨紫自出道以来，只有5部主演的作品，算第一女主在黄金时段首播。这对一个有26年表演经验的演员来说是非常少的。重播、网络先播、电视后播、配角、群戏尽管很多，但也比不过首播的第一主演戏。杨紫凭借这些少量作品做到了什么？1. 香蜜沉沉烬如霜2018江苏台冠军，江苏台历史收视率 Top 5。2018年 CSM 52省市收视率 Top 9，排名由 CCTV 发布，也是江苏台唯一进入 Top 10的年份。2. 亲爱的、热爱的双台破1收视率，浙江东方、沪云和 CSM 52省市在浙江平均破1。2015年至2019年浙江台历史收视率 Top 5，使杨紫成为90后唯一2次双台破1的女演员，也是第一位在2台同时首播都破1的主演。3. 余生，请多指教2022湖南台 CVB 收视率 Top 3。2022年各卫视全年平均收视率 Top 2。2022年卫视单集平均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比前作收视率增长超过90%。4. 爱的理想生活 CVB 0217，尽管收视率不高，但其他指标表现良好。5. 长相思的 CVB 收视率暂定为 1.743， 暂时排名 CCTV 8黄金时段剧集的第4位，截至2024年4月。酷云平台的平均排名为 CCTV 8剧集中的第2位，截至2024年4月。在 CCTV 8频道的10年历史上，酷云排名暂时进入前5名。根据酷云的统计，该剧每天破亿的播放量已达到7次。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杨紫坦诚地承认《长相思》是她的一个赌注。DT 完全自主决定接拍这部电影，没有经纪公司的干预。知名演员选角公司 CD Home 在接受新浪采访时透露，他们花了半年时间谈判才得到了杨紫同意出演《长相思》。由此可见，制作方真的非常希望 DT 能演小妖。尽管其他角色有很多替代选项，但小妖的选择过程却用了半年的时间。在《长相思》开播前，制作方星联影动的汤帆清楚地表示 ，DT 是扮演小妖的唯一选择，等他的时间是最长的，他的加入同意参演才使一切得以启动。通过这3段对话，
我们可以串联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实际上 ，DT 接下这部戏的核心问题是剧本足够吸引人。DT 仍然需要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剧本大纲来评估。无论他多么喜欢原著或了解制作人和作者，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 DT 喜欢这个剧本。接下来，由于过去2年不太顺利 ，DT 需要考虑这个项目的成败因素。实际上 ，DT 也知道自己在这个项目中的关键作用，因此计算一下自己的号召力，避免项目半途而废是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当演员阵容公布时，对《长相思》成功的期待非常低。除了 DT， 网友们都不看好。然而，制作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因此从始至终，他们都把 DT 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制作方2次单独邀请他参加招商活动。由于平台的满意度和投资者的乐观态度，《长相思》得以获得暑期档播出，一路取得胜利。有些演员尚未成名，必须将自己想要的角色选择权交给选角单位，总有很多替代方案。而有些演员如 DT， 无论等多久都一定要邀请他。如果你们问 DT 在《长相思》中的重要性如何，那就是因为有他才有《长相思》，他不来，一切都只能停留在纸上，无法开始。因此，DT 的粉丝完全可以自豪地认为 DT 是非常优秀和重要的。制作方指定的大女主，经过选角公司半年的邀请才请来，必须邀请她来演小妖，汤帆才放心启动《长相思》的项目，这是一个大项目成败的决定。因此 ，DT 的粉丝完全有权责骂那些将仇报破坏电影的人，称他们为吃饭砸锅的白眼狼。因为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争取这个角色，也只能在家翘脚等待 DT 的到来，才能开机。